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我们讲的就是非常神奇的见证，就我健康了，我快乐了。有多少朋友就是痛苦的挣扎在这种病痛的折磨的这种人生之中这个人生有如地狱。咱不用说太重的什么癌症就光一个偏头痛，哎呀，有的是钻心的痛根本没办法工作，更无法开车，是吧？更没有什么耐心带孩子，腰痛，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也腰痛过，哎呀，站着也痛，躺着也痛，这没有办法，也是急死一生，自从咱们这个菩提禅修的课程开办以来让很多有缘的朋友离苦得乐，找回了健康的身体。得到了这个精神上的无限的快乐。那今天的内容其实非常的充分很好玩所以你要看完它。我们有大量的特别好玩的资料。觉真。师父，在跟所有的网友来分享这些精彩的故事之前呢师父看到这个您的身后为所有的网友展示了一幅新的画作。对，这个非常的美非常的美。是，那前些天呢，我是抽空的时候感觉到心情挺好的，感觉很好我就画了画，反正因为断断续续嘛，画了3天左右我的印象是，那画完之后我画的时候挺感慨，画完了之后我不知道应该起个什么名字好，我灵机一动求大家吧。都自家人嘛，所以我拍了张照片呢，发到网上去。哎呀，大家这个热情我觉得至少大家起了有近100个名字是，其实能从大家起名字当中我能看到这个大家用心了。对，很有深意。对，而且大家都得到这种画中的那种寓意那种感受领悟。对是非常认真的看了。那师父后来选择了什么名字呢？其实呢，一开始我选的和后来到决定的时候其实是有差别的。长话短说吧我看了网友们寻找的那么多名字之中我选了3、4个。从一开始选的到后来我定的，那我后来定的是生生不息。生生不息，一种生命持续的能量。对，生生不息，真的很好。其实一开始我个人想的时候呢，到后来我就是征求大家起名字的时候，我也想过很多。我说能量无限，轮回，愿望生命之光，还有呢我不只是一棵小树，那背后的意思呢，其实我是整片森林。是。我觉得我们信佛的这个佛弟子们菩提同修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一个个体，仅仅是我一个个体，但是有无数个和我一样的人在相信着佛传播着慈悲利益着众生。是。这越说越有深意对。但是我觉得又不能直白了。这种起名字的东西还不能太直白就是说我爱你不能这么直说这要稍微隐蔽一下用一种东西来比喻它。所以我还就是感觉吧，我觉得生生不息最好。那我先看到生生不息的呢，是我们的网友呢叫开忍黄。我先看到他写的这个对，你看他说可否取名为生生不息在顽强环境里强大的生命力。其实就是在一个不易生存艰难的环境之中还能够坚强的生存和成长着。其实有这个意思，我自己觉得这个挺契合我的感受的真好就叫这个吧真好。结果呢我们和香可一查哎呀，香可多少个呀？有7位网友。有7位网友给师父推荐了这个名字，都起了这个名字是吧？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非常感谢这7位网友。读一读7位网友的名字7位网友有师父刚刚念的 Karen Huang 然后还有这个金生文，Kelly Benny，
WF 李、何美静、燕王，还有苗苗。有7位网友，恭喜你们啊！好，恭喜恭喜哈，感恩。那这里呢，我就给我们帮着我起名的哈几位热心的网友朋友呢，准备了个小礼物。哇，你看，接下来新年来了，马上就到了蛇年，也是烽火年，所以明年的火呢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明年哈带这些首饰宝物的时候呢，偏蓝、绿、白这3个颜色呢就不要对应明年的这个就是25年蛇年的这个颜色啊，对，要清净啊，自在哈，平衡冷静。所以呢，看先给第1位网友哈，那个开人黄哈，哎，觉得是哪一个呀？你们俩提一些建议。最近的那一个吧。离我最近的哈。哦，蓝玉髓，这是蓝玉髓呀，特别漂亮。我们亲自从土耳其哈采买的最上等的纯天然的蓝玉髓哈。这个真是心中明镜啊，吉祥如意哈。这一颗啊，给开日黄哈。感恩师傅。后面呢，我们就任意搭哈。香可，到时候你来搭好，就随着感觉给我们起名的这7位网友朋友哈。哎，好，那祝福帮我起名的7位网友哈，这个如意吉祥，健康快乐，收到，长命百岁，收到，感恩感恩感恩师傅。师傅，我代表这个老网友们哈，就感恩师傅经常给我们看到这些美好的画作。老网友们，我们可以在这个留言区里边回忆一下哈，我们近几年来看到师傅画的树啊。对，我印象中有一幅叫金果，哇，硕果累累啊，带给人那种收获吉祥哈，对，丰足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对，5年以上了，那个成 T 恤了，那个得有10年了啊。5年以上吧。后来我们很多师傅的网友都穿在身上哈，对 ，T 恤衫。对。后来还有一个大树叫听啊，哇，那个树的那种飘逸自在，然后也是一树的灿烂啊。这幅画呢，后来就做成了丝巾啊，我们很多网友都戴在身上。对，非常的吉祥。是。其实这样佩戴挺好看的。很好，还有的人当成画作裱在家里，挂在墙上呢。也挺好的。对，香可还记得什么画作呀？树的芦苇家园。对，有一棵大树，是一个超级大树。对，就让我们想到就是家的温暖，家的那种安全啊，对，心里暖暖的感觉。对。还有一幅我特别喜欢的山林暖阳。对，山林暖阳。对，带来那种温暖的那种吉祥的能量啊。这一幅画也是很多人都挂在家里，护佑自己的家庭。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师傅。只要带给大家吉祥幸福感就好哈。好的好的。也希望以后看到师傅更多的画作。好，我尽量的抽空就画。抽空就画。好的，师傅，那接下来我们给网友们带来很多这个健康快乐的故事哈。好，那第一个呢是来自于新加坡的陈清香啊，他说，禅修解决了我多年的偏头痛与失眠。我是陈清香，来自新加坡，今年56岁。认识菩提禅修前，因为婚姻失败，情绪低落，导致我有20多年的失眠问题。这种痛苦几乎让我崩溃，每天凌晨4点多才能勉强入睡，还要早起送女儿去上学，然后再去上班。平均下来，我一天睡不到2个小时，有时候甚至1、2天都完全睡不着，整个人疲惫不堪。后来我尝试服用安眠药，可是帮助不大。为了让自己睡着，我半夜起来做家务，凌晨3、4点洗衣服、拖地、看电视，想着累了总能睡着吧。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长期的失眠让我身体疲惫不堪，精神状态非常紧张，整个人处在高度压力下，肌肉也总是紧绷着。30多年的偏头痛，
我的偏头痛从中学时期就开始了，只要有压力或者睡眠不足，就会引发头痛。失眠问题出现后，偏头痛变得更加严重了，疼痛蔓延到整张脸的一侧，从颈部、耳朵到眼睛，就像被撕裂了一样。疼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是要从眼眶里凸出来，整个头快要炸裂了。偏头痛一发作就是一整天，1个星期至少痛5天。我从1粒特效止痛药吃到2粒，有时候1天还得吃上几次。可即便如此，也只能暂时缓解。最严重的一次，我痛到不停地呕吐，全身无力，直接倒在地上，最后被送到了医院急诊。医生为我打了2针，留院观察后才得以回家休息。即便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查，医生也找不到问题。每次头痛发作时，我常常用手敲头，甚至用头撞墙，试图缓解疼痛。而无论工作还是照顾孩子，我都要硬撑着去做，生活一片灰暗。后来我辞掉了工作，想要好好休息并照顾孩子，但生活却变得更加迷茫。失眠和偏头痛持续折磨着我，每天至少有20个小时是躺在床上的。我变得越来越封闭，不出门，也不愿与人交流。那段时间，我觉得生活没有目标，甚至动过轻生的念头。无奈之下，我雇了一位兼职清洁工帮忙做家务，因为我连最简单的事情都做不了。遇见菩提禅修，这位清洁工人每次来都看到我躺在床上很辛苦的样子，便向我推荐了菩提禅修。他说：“你去试试看吧，这对你或许有帮助。”我于是报名了一个8天的健身班。第一次踏入禅堂，我的内心就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悦和宁静，整个环境让我觉得很舒服。健身班的第1天晚上，我还是睡不着，结果隔天偏头痛又发作了。但我咬牙坚持来上课，因为我心里充满了希望，渴望自己能好起来。到了第4天，头痛伴随着呕吐折磨着我，整个人非常疲惫。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同时心中祈求金菩提宗师帮帮我，让我摆脱失眠和偏头痛的困扰。奇迹发生在课程的第5天早上，我修完大光明修持法和清净观想法之后，睁开眼睛的一瞬间，感觉眼前突然一片光明，殿堂变得非常明亮。当时我还以为有人换了新灯泡呢。旁边的同修跟我说：“哎，你不一样了耶，好像亮了起来哦。”他这么一讲，我感觉一下，哎，确实身体没有像之前那么紧绷了，心情也轻松了很多，感觉无比的开心。从那天以后，我30多年的头痛居然完全消失了。更神奇的是，当天晚上我躺到床上，不到30分钟就入睡了，睡得特别香，特别沉。第2天起床的时候，精神饱满，精力充沛，而且还特别开心。从那天起，我不仅告别了偏头痛，每天晚上还能够轻松入睡，平均能睡6个小时，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20多年的失眠就此拜拜了。课程圆满之后呢，我每天都会精进修炼3个小时的禅修，至今都满8年了。失眠的问题和偏头痛的问题都没有再发作过。我非常感恩金菩提宗师的教诲和加持，让我摆脱了痛苦，找回了健康和快乐，更让我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今我在禅堂做义工，希望能尽微薄之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现在我的生活充实又快乐，感恩师父。真是很棒的一个见证，真是为他开心哦。
20多年的失眠，30多年的偏头痛，对，就短短一个健身班，8天就此拜拜。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而且到现在已经8年了哈，从来没有发作过，就效果非常非常的稳定啊！他这个引发他这些问题的哈，他好像叙述说是正好赶上离婚了哈。对，离婚谁都不好过呀，师父。这种离婚的时候，结婚呢是幸福快乐的。对呀。这个离婚是深受打击呀。哎呦，身心疲惫，可能就跟扒了一层皮，死了一场一样。就是好像死而复活的感觉哈。对，能活过来就是幸运的。真是不容易。很多人就沉沦了，或者身体就垮掉了。对，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精神打击哈，其实我觉得不亚于撞车。真的是吧？其实他就是精神中被撞伤了，所以使他那个头痛、失眠，他就睡不着觉，甚至是内分泌失调。那一定的，都是一定的。像他这种情况，像是一种失调的状态。一定就整个身体就乱掉了。对。那当今世界这个离婚率太高了。对。对。所以饱受这种情绪折磨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啊，对。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他偏头痛，他说从中学的时候，对就有这个问题了。那就才10几岁嘛。那个与离婚没关系哈。是。那就是胎里带，从娘胎带来的。他是年轻的时候带过来，但是离婚这种情绪一低落哈，能量一低落的话，就造成他这个偏头痛又发作，而且更严重。对，也是哈，就本来就可能会有些遗传的问题哈，再加上离婚的打击哈，也深受折磨的话，使得这个偏头痛就更加顽固，没错，更持久，更受折磨。对，所以他当时吃那个止痛药就加倍的吃都没有用。对。后来整个人就像瘫了一样，他说什么都没法做，就这人废了，只能躺在1天20多小时躺在床上啊。对。然后家务也做不了，不得不雇一个这个part time 的清洁阿姨来帮忙。对，我们科普一下哈，尤其是在中国的中医当中哈，就讲的特别讲究是说这个情绪引发这个健康问题。是。你像这个，比如说愤怒，愤怒一般都知道嘛哈。愤怒会伤啥？伤肝。伤肝啊，对。直白的明白这个就可以哈。对。比如说这个忧伤呢？忧伤肺。忧伤肺。就是林黛玉就是典型的。忧伤肺。咳一直咳嗽的。就是。所以没事呢，别瞎抹眼泪，瞎哭哈。学着哭，这个它会伤肺。对，忧郁症的。你说轻微的问题不怕啊，就怕得严重的肺的问题啊。是。对。还有什么情绪问题啊？思伤脾，就是经常思念加上思考，过度思考，过度思虑过重啊，总算计的，就伤脾。伤脾，脾胃不好，脾胃不好，吃不下东西啊，没事就打饱嗝，你们挺饿的啊，酿酸水哈。哎呀，真是。对，还有呢？还有这个恐伤肾。惊恐就是惊恐吗？对，就是吓到了哈。我们常说的吓尿了，就是这样。对，伤肾。惊恐就伤肾。对，伤到肾脏，那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哈。对，所以呢，就是太快乐也不行。对。这一段光是喜事连连哈。听起来是个好事儿。喜伤心。对，总快乐反而会伤心。那个像那个范进中举是吧？范进中举。对，他考上那个举人了哈，一高兴大喜过望，结果就是伤了这个心智，就成精神病了。这脑子一下就直了。对，甚至不穿衣服往外跑，怎么做官呢？他这典型的就是喜伤心的。就是这样。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外来的这个情绪哈，就会伤害身体。所以咱们禅修呢倡导呢，拔风吹不动。对啊，不管你是让我感觉到快乐，还是让我觉得愤怒，我都是如容不动，
哎，我不动情绪，不动声色，哎，这个时候呢，你既有了智慧，同时又不会被伤害。对，我觉得来上我们菩提禅修的课程哈，一个是在禅修的这个实际禅修的过程之中哈，情绪就平稳下来。还有特别重要的，在课程之中呢，穿插了非常多师父重要的开示、讲解，让我们懂了那个道理，就自然这个情绪就不卡住了，就过关了。对，是。所以这个课程都安排的特别的好，身心受益。他是来上了我们的8天健身班，受益的。现在我们各禅堂也是每个月都会有至少一期8天健身班。那非常建议就是有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提早报名。联络你就近的禅堂嘛。对师父还有就是他这个故事里边讲，他是那个做清洁的阿姨给他推荐的这个菩提禅修哈。对，我觉得这个这一位阿姨真的是心地善良，帮人就是看到谁有问题，哎，就随时随地的去帮助。对，这是随缘帮助他人。哎，对，一颗善心呐，这才是高境界哈。我相信他也是。应该是在我们菩提受益的，所以才知道这个好处哈。是。对，才介绍出去，推广出去。真是善良啊！真是帮了一个人。对，我倒是想为这个阿姨向师父申请一个小礼物。这个鼓励他，这个想法太好了。好，有礼物。好，那我们送给他，也找一个就是适合于明年颜色的这样的哈。哎呀，来了。我送他一套。哇！你看，哎，你看这是啥？茶壶。哎，龙泉青色的茶壶，茶杯，还有呢，哎，一个手串，蓝青色的手串哈。哇，太美了！如意吉祥哈。哇！争做人间活菩萨呀！感恩师父，真是太好了哈。感谢。那么这个为我们提供故事的新加坡的陈清香，是不是也送给他一件小礼物吧？送。好。他给我们很多有失眠还有偏头痛困扰的网友们哈带来了希望。对。好，有礼物。我送他3串呢。哇！3串。哇！这是啥？绿松石。松石的松石的这个小手串念珠哈。哎，祝这个陈清香师姐呢，健康长寿。收到。这个欢喜快乐。收到。感恩师父。师父，那这边呢还有一个故事想跟师父分享，也是非常的精彩的啊。好。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师兄。他说：“我是邓国顺，来自于马来西亚新山，今年55岁，是一名货车司机。2022年初，我开始有睡眠问题，平均每天只睡3到4个小时，后来变成一天只能睡1到2小时。失眠导致我精神状况不好，工作无法集中精力，容易疲倦。去看医生后，医生只给我开了一些安眠药。到2022年8月，我的手脚和大脑开始不协调了，记忆力变差，出门还会忘记带东西，有时还会忘记公司的安排。2个月以后，我的状况就变得更糟糕了，头完全失去控制，不断地摇晃。我还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在走路的时候身体不平衡，步伐不稳定。有一次，我因为控制不住双脚，在过马路的时候直接扑倒在马路上，造成我2只手肘和双脚膝盖都破皮流血。而自从跌倒了之后，我说话开始变得很小声，还含糊，别人都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而且我坐着时常会东倒西歪，控制不住自己，非常的危险。后来，我的老板看到了我的情况后，觉得我无法继续开货车工作了，就把我给辞退。因为这个病，我前后看了3位脑科专家医生，还照了2次 CT 扫描，还去看了帕金森综合症的专科医生，都没有查出原因。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和太太看到金菩提宗师的 YouTube 直播，师父救了我，听到了那些受益者的见证，让我心中萌生了希望。之后，我很快就找到了菩提禅堂，参加了第一次的菩提禅修健身班。就在上课的第4天，我走路就已经明显的平稳了，头部的摇晃也有所改善。健身班结束之后，我还是一直坚持禅修。1个月后，我失眠就改善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上5到6个小时，我太开心了。在半年内呢，我一共参加了6次的健身班，加上每天修炼3小时，还坚持点灯、供佛、做功德。我的手脚和大脑开始恢复协调，坐着的时候也不再东倒西歪了。到1年后，我总共已经上了12次的健身班。我在上第12次健身班的时候，点了一盏祈福灯和一盏冤亲债主灯。非常神奇的是，在点灯之后，我的头就不再摇晃了。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走路平稳了，甚至还能跑步，连跨2个台阶跑上楼都完全没有问题。我的说话和表达能力也恢复了，声音清晰洪亮，能集中精神，记性也变好了。最开心的是，我又可以自己开车了。我原来的病情太严重了，所以真的是需要上多次的课才能看到这样好的效果。至今我已经禅修2年了，现在的我每天修炼3个小时以上，吃得好，睡得好，精神也比以前饱满很多。感恩净菩提宗师传授的妙法，让我的人生不再黑暗，重见曙光，顶礼叩拜师父。哇，这个效果太好了，真的。对，我们在听香可读这个的时候，也看到大屏幕上它不同时段的这个视频哈。他刚来的时候，哇，那个走路，哇，太奇怪了，是非常吃力，而且这头部一直不断的摇晃。对，我们可以再脚步看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子，我觉得他是没法过马路，没法这样的啊。对，摇摇晃晃，然后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啊。关键他年龄没那么老。没有呀，没有那么老。哎，你看这是他今年才55岁。对呀，你到禅堂来的时候，你看他走2年前哈，是50出头一点。对，这个你看多吓人呀！对，然后头也不能够控制，还摇晃。他说话也不清楚。他说他坐着都会东倒西歪。他连说话都不清楚。对，不清楚。说话，他们那个禅堂的同学说都听，一个是听不见，听见了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对，含混的，好像逻辑也不清楚。那前2天就是拍到他，你看在跑哈。对。和一个健康的人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再来看一下，哇，那个青春活力，你看那么轻松，他跑的时候，是这个是第4天刚来的时候，你看还是。对，你看他现在就是，你看爬楼梯都像正常人一样，对，他一次跨2个台阶。跨2个台阶，大不流星的。你看这个跑派多么的轻松，多么的阳光。对，哎呀，真是棒。这个哎呀，看了太开心了，师父。是啊，这真是叫救命之恩呐。对，据说他就查不出什么病因来，查不出来，不知道算什么病啊。对，这个奇怪哈。疑难杂症。对，就是愣不会走路了就。对，师父呢，我们分析分析这个，都有可能什么样的原因让它导致成这个样子呢？这个一般来说就会理解为可能是中风啊。我觉得也是，因为影响走路，影响语言。对对。它不太像渐冻症，比较像中风的。但是没查出来。对，我个人觉得也不像小脑萎缩啊。对，也帕金森直接手抖嘛。对。所以还是偏中风类。只是今天的很多疾病哈，就是人有了病了，可是查呢，就至少一个说不能研究出它算是哪一类疾病。对。那还有这么严重，它这个这么严重，可能是不是也会有中邪的？这个可能性啊，我不知道哈。那我在看了他这个之前的有一张照片哈，我觉得从那张照片上，我觉得有中邪的迹象。是哈。对，
看咱们还能找到那张照片吗？他有一张戴口罩的那一张。不是这个，比这个。对，他当时跌倒的时候的那。他好像那个照片吧，从下面拍的，都不是。算了，就是，哎。然后师父说这个也是有可能，因为他不是说那个。对这个照片哈，这个照片，这是他在没来修的时候哈，之前，不知道谁拍的给他。这个上头我是发现是有中邪气的迹象。对，我觉得师父说的有道理，因为他不是就是先是手脚协调了，后来但他这个头的摇晃哈是怎么好的？他除了坚持禅修之外的话，他还点灯，给他伤害过的人，对，点灯之后，哎，这个头就不摇晃，就稳了。所以这个有意思啊，有意思，就变成像开锁那个锁牙一样哈，就差那一点就打不开那个锁。哎，他为他这个伤害的人还是仇人啊之类的，仇人这一类点的这个功德灯哈，哎，他那个头的摇晃就好了。对，这个有意思。对你不然的话有点。从医学上也不好解释了。对，就单纯只是做禅修的话，它是基本好了。但那个摇晃还是到最后它点灯，是，还有点灯的这个内容得到了一个针对性的内容哈，对，它才好的。对，它是给仇人。这个真是值得我们思考。对，值得思考。就是需要这份佛力的加持。对，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多多少少都有所欠债哈，有这种伤害啊、行为啊等等，所以跟网友们也是提醒，就是我们菩提禅修它是一个全方位哈，帮我们解决身心问题的啊，即使是有中邪的，有这种很难去解除的问题，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找到解答的答案的。他的这个真是很开心，还有他这个师兄也是很有悟性啊。咱们都讲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哈。对，这个这么大的这么凶险的一个病哈，不容易好，所以他呢就很好，很有缘分，也是很有悟性。他每月上一个健身班，哎呀，一直坚持了12期，绝真。这关键有个现实的事儿哈，这个邓先生哈，他是汽车司机啊，对，你想嘛，你那个手脚那个样子，怎么开车？老板他没法工作了呀，怎么敢雇佣你啊？所以他必须得把他康复啊。对，找别的医生还无效啊。说的就是。对，咱们这已经有效果了。但是我也问了一下他们禅堂的一些师兄姐哈，大家都很关注他，关怀他。所以他也练了半路之后，也不好好练了。是啊，就觉得因为人整天来，他就开始，其实人就出现一种视觉麻木的感觉。麻木了，是吧？一开始看你，哇，觉得你真是个美人啊！等看了半年以后，说你也就那样，皮糙肉厚的。对，人有时候就视觉疲劳。对。他懂事来禅堂，他也他是麻木了。这师兄姐妹又得鼓励他，提醒他。哎，对。他就说：“哎，算了吧，我还真是这是有出路，我还得要认真。”这样大家就不断的鼓励他，他才坚持下来的。所以我们禅堂你看多温暖呀，哈，对，伸出援手拉着他，给他拉出来的。但是人家呢，就是说也是他因为上不了班嘛，他这种情况，对不对？我估计这样打工族也没更多存款养自己嘛，也是，所以他必须要康复了，才能再接着打工。所以没出路。也只能来修，那菩提禅修就是他唯一的出路，对，也是最好的出路。对，但是如果不是障碍这个是手脚行动的呢，比如内在疾病，只要是疼痛缓解了，很多人说我就赶快上班去，但是也许内在还在继续发作啊。是，那他就不管，先去上班挣钱再说。这样的例子我们也有。那也有不少不缺钱的人懒了啊，是吧？你让我说，我一定要习惯性的一些富人就睡到自然醒。有些自然醒啊，是下午4点钟。我天，是吧？人家刚洗漱完了，啊，到6点了，吃晚饭，那是人家早饭、早茶。那咱们呢，干了一天活了，要下班了，是吧？所以这个不一样，这个自然醒真是这个有福，但是他就形成懒惰。我说，这就是说我宁可病死，我也不能勤快死，所以他就不去
好好修炼。尤其是每天要早一点去如实的来练的话，那其实是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对自己的生命也不负责任的。我觉得对自己的家人也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不管你懒不懒，至少还有这么一个大家还是喜爱你的这么个人呢。是的。你突然间驾崩了哈，你的家人啊，你的孩子啊，孩子没人管，是长辈没人伺候哈。是的。对。所以的话，大家还是别懒哈，就是有病早点治病，要这样子哈，要勤快，要勤快，是的，但你看前头这2个案例哈，没有一个就一蹴而就，我参加了一个班，我病全好了，那也觉得我们太骗人了哈，你看这个邓先生哈，他的前后是2年，所以现在他健步如飞哈，对，他能跑。现在可以回去工作了啊，可以的，可以了，是，对，2年呢，但是说你说2年够长啊，但是多少疾病哈，一得一直到死，没法康复呢，对吧？那师父，我替这个邓师兄问一个问题啊，那他现在也恢复得这么好哈，也可以重返工作岗位了，也修了2年了，他是不是后面就不用再修了？香可觉得呢？我觉得还是接着练吧。对，因为这个人这个能量都会变化的哈，这个疾病不管是他的这个遗传呐，还是什么样外界的原因呢哈，都会有的。所以这个邓师兄你还不能停，是，对，而且他在这边修炼那个效果真好，就是他从一开始我们那个同修也说嘛，一开始坐在他旁边都听不到他讲话，对，现在就是又在禅堂能唱歌还能唱歌了，哇，声音可洪亮了，而法会的时候还帮忙做摄影，哎呦，真好，你看，对，从自己都不能平衡走路，到现在都能够为大家服务。但是越是这样呢，我就是越提醒这个邓师兄还有像他这样康复的人哈，就不能够忘掉，不能够放下还是这个禅修就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一日3餐一样哈，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继续修炼下去，这样才让自己保持的越来越健康。对，反正他的情况，我觉得如果回去上班哈。他这种病，但是如果经过疲劳再压力哈，容易就反复，那个疾病反复。我的建议呢是在禅堂做义工哈，比较好。对，做义工加上勤修炼真的很好。好，对，感恩师父的指导。那我们也给这个邓师兄送一个小礼物，对。好，师父帮他挑选了什么健康长寿的普洱茶哈。哇，感恩师父。对，每天喝，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呼吸道的疾病哈，八卦内功缓解了30多年的哮喘和关节疼痛。我是郑秀宝，今年65岁，来自马来西亚芙蓉。我21岁结婚了，婚后呢，孩子接连出生。因为先生替人打工，收入微薄，为了贴补家用，我就接了打扫民宿的工作。周末、公共假期和学校假期是我最忙碌的时候。为了生活，我只能咬紧牙关，辛勤工作。29岁的时候，我生下小儿子，坐月子期间没有适当的调理身体，加上又感染风寒，从坐月子期间到孩子满月后，我每天都在咳嗽。后来我又开始去工作，每当过度劳累的时候，我就会咳个不停，甚至呼吸困难。当时只想着赚钱养家，根本没有想到要去看医生治病。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咳到喘不过气来，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去看了专科医生。最后，医生诊断我患上了敏感性哮喘。从那天起，我就开始每天服用预防哮喘的药物抗生素，同时还使用通过喷射来扩张气管的药物。打扫卫生的时候呢，难免都会接触到灰尘，因此我就会咳嗽和气喘。
当民宿有住客抽烟的时候呢，哎呀，我闻到烟味儿就更加辛苦，甚至会突然呼吸困难，喘得很厉害。严重的时候，我连续咳嗽1个小时都不会停止，整个胸部非常疼痛。这个时候，我得马上使用这种气管扩张的药物。如果还无法减轻症状呢，我就必须紧急住院治疗。出院后没休息几天，我又去开始工作了。当时真的是要钱不要命啊！3个孩子越来越大，花销也越来越大，我根本不能停下来。工作量多的时候，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引发严重的哮喘而入院治疗。医生说我这个病是治不好的，而且会有随时丢掉性命的危险。我不禁感叹，我的命为何这么苦，需要为了生活拼命工作，还要不断地跟病魔斗争。36岁的时候呢，我因为腰肌劳损和常年碰冷水的关系，开始了腰酸背痛，尤其是手脚的关节更加疼痛。为了消除疼痛，我每天不是涂祛风药油，就是贴膏药。我也曾接受了中医的针灸治疗，但是都没有好的效果，只好默默忍受着这份痛苦。2018年11月，58岁的我通过邻居的介绍开始走八卦，没想到这开启了我生命的转折点。短短3天的时间，我关节疼痛的毛病就舒缓了70%，我如释重负，感觉重获新生，整个人轻松自在了。从那天起，我不用再涂药油了，也不用贴膏药来缓解疼痛了。同时，我惊喜地发现，咳嗽和哮喘发作的次数也逐渐在减少。因此，我对菩提禅修充满了信心，就到了禅堂，参加了菩提禅修健身班和念佛班。我每天坚持走八卦，修炼大光明修持法，还时常去禅堂共修诵念佛号。过了1年，我在儿子家里，恰好碰到儿子的家在装修，尘土飞扬，可是我竟然没有感觉到呼吸困难和哮喘。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医生，医生仔细检查后告诉我，你不用再吃药了。这对我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呐！到现在为止5年过去了，我的哮喘都没有复发过，真是非常感恩金菩提宗师，让我可以摆脱疾病的折磨，重获健康快乐。哇，它这个效果真是好，这是好，对，这个哮喘是很难根治的啊。对，香哥，你知道有一句话哈，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就是外科医生他那个皮肤啊，哈，他那个皮肤里边最难治的就是这种皮肤癣啊，像牛皮癣呐，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癣哈。然后内不治喘，这个内科的医生啊，他就不喜欢治这个哮喘，因为没有好的方法解决。对，那个他说的那个喷的药只是一个有些是类固醇，然后帮你扩张一下，就是临时给解一解这个喘的感觉，他并没有根治它的。对，而且几乎就是他每天他都得带着，因为一旦要是一发作，他没有及时去喷，然后那个气管一收缩，没有喘不过气来，因为一收缩的话，那个气通不过嘛，就等于憋死了。非常非常的危险，是非常危险。对，就是我小的时候还有就是邻居呀，那个亲戚哈，有那种老太太哮喘的，就每天都是这样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啊。对，好像就是这些有哮喘的人接触到环境一点味道啊，一点尘埃啊，就都不懂什么样的过敏源就会引发各种。对，有那个就是厨房炒菜那个油烟味儿，他闻到，哎呀，就开始喘。对，还有那个花香，花粉是吧？花粉的那个香味儿。还有可怕的是，就电梯里你要闻到那个香水的味道，很多人他涂很多香水也受不了啊，就开始喘。真的我都遇到过啊，他就没办法，就赶紧。都还没到他的楼层，他得先跑出去了这样生活多不方便啊！非常不方便。
然后这个师姐不就说嘛，烟味儿，就是那客人抽的烟，香烟的那个，那也是刺激他要喘。对，还有尘埃。哎呦，尘土最可怕了。对，尘埃，还有那个空气污染啊，汽车尾气呀，还有那种污染之后形成的雾霾呀，那种哈，那哮喘病人呢非常非常危险的。对，然后还有听说有一些就是他可能情绪就是一兴奋上来，哎，又引发了一笑，有的时候一笑又不行，又喘不过来了，或者一生气这样子又引发。天哪！还有那个天气变化就突然那天气忽冷忽热。对对对，天气一冷，尤其我们以前在北方哈是有这样，天气一冷，那个气管炎的啦、哮喘的那个，哇，最难过了，就开始喘了。可能太热的，在这个东南亚这种热的环境，会不会也会呀？也会，就是他可能从空调，就是从大热天进到空调房，哎呦，一下子就引发了。对，真的是挺严重的。还有一些食物，就我们看电影啊、小说里边以前的，对那个花生过敏的哈，哇，他就碰一点点，就是里边如果有一点残余哈，他碰到一点，他就开始喉咙就憋住了，就是哮喘，就完全喘不过气来，就是这种症状。是在过去几十年前哈，你看在美国影片之中啊，对。经常很多是一进餐馆就剥花生壳吃扔得满地都是。后来是政府不允许了。对。因为很多人这个呼吸了之后就当场去世了。对对对。对，但是在马来西亚呢，很多餐馆就是不管啥就往里砸进一些花生进去。是。他说觉得我是卖菜的，死与我无关哈。所以这个食物过敏是很厉害的。很厉害。就是尤其是。用油炒的花生哈和烤的花生，都是这么厉害。对，在像北美那个学校里，就是这种公共的场合，都是不可以有这些容易过敏的。对，就不能放花生。不能，就是这样。是，对。那这个哮喘病是很多人得吗？还是少数的？应该我身边有好几个都知道。应该比例很高的。是哈。比例非常高哈。那对他这个就是要命的一个病2019年这个哮喘影响全球2亿多人。这一年的话就将近50万人死于哮喘它是这种致命的这个好严重的一个病。所以这个哮喘不好治，医生也没办法，医生都跟这个师姐讲了嘛，说你这个病是治不好的。那他。哮喘是没有特效药的，没有，对，但是他来菩提禅修通过这个健身班和那个八卦走八卦内功他就缓解了，后来就好了，现在都几年了，5年了，从来没有复发，非常稳定了。医生都让他可以不用那个对对。这个太好了，太好了。就是在这个哮喘界来说，这是奇闻。对，他一个哮喘，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关节疼痛，全身疼痛，这个师姐也是，哎呀，这个运气也不好的，坐月子的时候受了风寒，这个月子里的病哎呀最难治了。对。一般都是跟随一辈子的。对，坐月子很危险啊。很危险。对，所以坐月子的时候这还是要遵守一些老人的嘱托哈。雇人请人要伺候月子。对，因为月子中得了病可能受苦一辈子。是，对，不能碰冷水，不能吃冷的东西，不能吹空调，所有的这些，他这个风寒进去了，就你看导致这个师姐就是，还不能生气。那更不能了，对。因为其实坐月子的时候，人容易情绪低落。是产后抑郁。对。其实现在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国家一些月子中心可能还可以。他是不是专业的，是不是好一些？我这么猜想哈。可能是。你和家人在一起，他还是有一些情绪，一些事物的摩擦呀、纠纷呐哈。可能是月子中心的话，大家互相不认识，所以应该不容易有这个情绪问题。希望是这样。所以这个师姐呢，她这个2大疑难杂症，一个是哮喘，一个是月子里边受的风寒造成的这个关节疼痛
对，结果都是我们的这个很好的修炼的方法啊，让他痊愈了。真是感恩师父啊。对，他那个你看师父，你看他月子里做的病，我们一般都说很难嘛哈但是我们这个八卦内功哈，哎，就好像回归了以前那个时候，然后把他这个元气给补上来了，给调好了，这真的很神奇哎，真的很好，哎呀，真是为这个师姐高兴啊！是，那请师父也给这个师姐送个礼物。好，这是一个好可爱。哎，禅修的青蛙，哇，这属于茶宠哈。也是这个青绿色的。好，祝这个郑师姐健康快乐，收到，还长命百岁。收到，感恩师父。那师父这边还有一个好故事想给大家分享，他就是走八卦后20年的胃酸倒流消失了。我叫王雪妮，今年53岁，来自马来西亚甲洞。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吃辛辣油炸的食物，像椰浆饭、KFC 都是我的最爱，百吃不厌。这样的饮食习惯导致我胃酸倒流、胃胀风，折磨了我整整20年。我每天都会打嗝，紧接着胃酸就会不受控制地往上涌，最后吐出来。有一次我用手捂住嘴，结果胃酸就从鼻孔里喷出来。晚上睡着了，胃酸也会倒流，醒来枕头都是湿的。我有看医生，也有吃药，但效果不大，医生也没有更好的医治方法，我也因此失去了工作。胃胀风就更折磨人了，发作的时候胃胀得像个随时会爆炸的气球，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只能趴在地上不停地换姿势，直到把胃里的气排出来才舒服一点点。稍微吃多了、吃错了东西，或者吃了凉的食物，都会导致我胃胀风。我渐渐变得特别小心，不敢乱吃东西，活得一点都不自在。我每天承受着病痛的折磨，不仅失去了吃美食的乐趣，还变得特别的郁闷、烦躁，不想说话，也不愿出门，每天待在家里发呆，人也越来越懒散，身材走样，整个人毫无生气。2022年11月，我开始走八卦。刚开始没多久，我就感觉身体慢慢有了变化，整个人变得有精神了，心情也比以前更好了，不再像以前那么烦躁、爱生气，反而变得开朗、爱笑了，也更喜欢和人交流。在1个月后，有一天我吃到了咖喱面的时候，居然一点事都没有，没有打嗝，没有胃酸倒流，也没有胃胀风。要知道，咖喱面这种又辣又有椰浆的食物，放在以前吃完肯定就发作了。当时我还不太相信，后来又尝试了好几次，发现真的没问题了。坚持走八卦5个月后，我的胃酸倒流完全好了，胃胀风也没有再发作过。而更惊喜的是，我瘦了10公斤，大肚腩也不见了。朋友们看到我都说我变美了，气色好了，看上去也年轻了不少。现在我身体轻松，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感恩金菩提宗师，让我离苦得乐，重获健康。这个太好了，真的，这个是胃酸倒流哈，师傅，这个病哈很折磨人呢而且在全世界范围来讲的话，它这个普遍覆盖率很高。对，也现在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普遍。我听说在台湾的话，30%的人都有这个胃酸倒流的困扰。在美国的话也是4个人中就有1个，就25%都有这个方面的困扰。甚至于有一些知名的人物总统级的，像奥巴马总统都。还有拜登总统也是这2位瘦的总统都是都受这个胃酸倒流的这个的折磨的，是这样子，非常普遍，而且很难治。对，一般的话，像北美的话，他们就是这个叫 over the counter， 叫什么？就是非处方药都有，就是
一大瓶子，就是那种还是彩色的那种、那样的，就是让你胃里边舒服的，就靠吃这个药啊，是这样子。但它也不根治它啊，因为它其实这个胃酸倒流的情况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像我们每次吃食物的时候，然后吞下去，那食物就会通过我们的食道，然后进到我们的胃里嘛。那就是我们的食道跟胃的中间呢，有一块肌肉叫贲门。那这块肌肉真挺重要的，就是它像一个阀门一样。它就是在我们吞咽食物的时候，它要打开，就是让那个食物能进到胃里嘛。那平时的时候呢，它应该是关闭的状态。对，这样子才不会有那个反流的情况。但是在有一些的那个情况下呢，这个阀门就是这个贲门，它开始会有一点松弛或者不太工作了，这个时候就会有问题。就好像我们的门关不严，漏个缝。对，然后就会有那个倒流的问题。是哦。是在医学界里呢，就是说引发这个胃酸倒流的情况，第一他们就说肥胖。就是肥胖的人，可能你的肚子那边有更多的那个脂肪累积嘛，然后压缩着那个你的胃部，就是会造成这个反流的情况。所以你看，我们刚才那个师姐她走八卦，她瘦了10公斤。对，后来那个就是胃酸的那个问题也好了，也解决了。对，所以你看她这个。哎呀，一举两得呀，一举两得。而且咱这位师姐还说，她经常喜欢吃那个椰浆饭还有那个炸鸡。其实像这种高油、高热量又油炸的那个食物呢，就是在我们身体里是比较难消化的。对，所以我们吃到胃里呢，胃要分泌更多的胃酸来去试着去消化它。那这个分泌了过多的胃酸，就会导致更严重的这个胃酸倒流的情况。那还是他那个门它关不严，对吧？就是如果正常的话，反正多分泌一点胃酸就多消化就行了哈。所以有胃酸倒流这种情况的人要避免高油、高热量、高脂肪的。还有甜食也是，对，要少。我们这个都有啊，就是吃的糖多了就觉得说反酸。就这种感觉嘛，对不对？对。那其实这个胃酸倒流呢，它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就是因为那个胃酸在我们的胃里，它算是一个强酸嘛。在平时它分解食物消化的话呢，它其实是有利于那个帮我们消化食物的。但是就是在我们胃里呢，它还一般上来形不成那么大伤害。因为我们的胃的里层有一层那个胃黏膜，它就会保护我们的胃细胞不被这个酸性的胃酸去侵蚀掉。对，但是它一旦反流到我们食道呢，其实我们食道里面的内侧的黏膜没那么强壮了。对，然后它就会形成侵蚀性，就是烧得慌。对，烧得慌。就是把那个食道的那个内膜就是烧得发炎。那就食道炎。对，食道炎，然后呢，就是如果长期胃酸倒流，还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对呀，因为那块受损伤了，对吧？是。那它再往上呢，还能伤到哪里呀？它再往上呢，有些就是像师姐感觉到，就是嘴巴里都有酸酸的那个东西呢，它就是反到嘴里了嘛。然后它有时候你不小心呛到，它可能呛到你的那个气管里，对，气管、呼吸道那边。对，就会有一些人会造成一直就是莫名的咳嗽。因为那个胃酸把那个气管也给烧的。对。哇。对，然后有一些人还会烧的就是那个声音沙哑。这个情况。还能烧到喉咙、气管。对然后还听说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它都那个，因为我们的那个五官都通的嘛，它有一些还到我们中耳去，胃酸倒流到耳朵，还能到耳朵。刚才师姐说它从鼻子里边喷出来，这个我听着都够严重了，还能到耳朵。是那个可严重了，就是有这个情况的就会造成耳鸣啊、眩晕啊。对，就是这个胃酸倒流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对，然后最经常会见到的一个症状就是他们英文叫 heartburn， 就是火烧心，就会觉得那个心脏啊、胸口部位有个灼热啊，或者是就是闷闷的感觉，还会痛。有些人以为就是有心脏病啊、心脏问题，其实就是那个胃酸导致的。这么严重哇！对。
香可介绍的很专业哈，因为他对生物生理他很懂啊。那我再补充一点哈，因为我呢也做很多实验，我其中有做这个就是古代那个药师佛像手里拿的一个药，对。那我查了一下呢，那个药呢，其实来自于印度，它对于清肺润喉特别好，它叫什么鹤立活果。药喝。对，其实中国人就把它叫药盒子。其实一个很清凉的一种药。咱们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盆里头有很多油脂哈，如果把这个药粉往里一撒，油脂中间就开一个道，就是这样一个清凉的一个药。很厉害。对，那我呢就是想尝试说这个东西对人体到底有好处到什么程度。我就从印度买这个药粉，我连吃了5天还是几天，吃的我吧，就有一天呢，早晨其实阳光灿烂，但是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心烦了哈，也出现了烧心、胃酸，我想着今天怎么了？这个风水有问题啊，结果呢，我还是能够反思自己的。我觉得可能是与这个药有关系。那这个药是什么性质的呢？凉性啊。凉性。凡是润喉润肺的都是凉性。对。所以吃多了之后，一样造成了胃酸啊，胃食道逆流。所以你看刚才讲的，像那个什么椰浆饭呐、炸鸡呀，那些热性的也会造成，这个凉性的也会造成。所以我们健康饮食好重要。对，所以凉性一旦吃多了，你现在很多年轻姑娘哈，什么水果茶是8宝屉之类的哈，对，加冰啊，这里头不管是塑料丸子还是铁丸子，待会儿都吸到肚子里去。首先一个是香料，那么第二个就是糖，对吧？第三种还是糖，还不是真糖，叫代糖，有代糖，有一些是化学糖。对，就对身体更伤害哈，对，所以更容易导致成胃酸。所以这个我这里提醒的是，这个胃酸、胃食道逆流还容易伤害到情绪。对了，对，心烦意乱。我也观察着很多比较忧郁的人哈，他们的胃都不好。还有一个看似不忧郁的人，只要他一胃酸就开始发疯发狂之类的，开始胡言乱语，就说话比较重，出手比较狠。舒服吧？对呀，因为他看世界都是对不起他的，他就开始攻击这个世界，所以很多人到魔兽之间的变化就是胃酸造成的。所以这个胃酸真是大麻烦呐。对呀，它导致精神错乱了。对。所以我就说，由这个办法来解哈，你那个情绪有点低落的人哈，有点忧郁症的人啊，经常吃点烤馒头片儿，喝点菩提热乎的普洱茶，也是养胃的，就好了。对，它这个就是专治这种胃酸，快速解决胃酸对。所以在台湾人这么比例这么高，是，对吧？那整个大中华地区呢，都是也好不到哪去。对，对。因为吃糖啊，吃糯米啊，吃什么就这油炸的，很多凉性的呀。对，喝冰啊，对，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引发的内容很多。所以这个胃酸，你看也是这么麻烦的一个问题哈，也是在我们菩提禅修很快得到了解决，而且效果这么好。对，5个月后就没有再复发的这个问题了。对，他走八卦之后，对，他还减肥了哈。对，这10公斤，10公斤哦，我的天哪，这。10公斤肉的话，提一大堆哈。一大堆，10公斤的面粉的话，我都香口都提不起哦。这提牛肉提一大块啊，比一般的大包还大。是。对呀，你也长在屁股上的话，显得屁股大多了哈。但是如果均匀的连裹到腰上去的话，也还可以了。所以他减10公斤，这个师姐这个衣服都得小3号，我估计。对，这走路一下轻松多了。真是。关键健康了。对。所以朋友们也都说他呀，都气色改了那么健康。
真好。好的，师傅，那我们也送他一份礼物吧。好，师傅。哎，健康长寿的青瓷茶壶茶具一套。真美。哇哦！啊，祝王师姐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傅。继续多喝普洱茶。对。还要时常吃点馒头片哈。对。烤馒头片。烤的，好，师傅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是身体的疼痛消失了。我叫陈信珍，今年77岁，来自新加坡。我曾经有长达10年的右肩和右背的疼痛。如果我在厨房煮饭超过1个小时呢，后背就会开始酸痛了。我的右手臂也无法举高，晒衣服的时候特别困难，晚上更是难受。躺在床上只能靠着左边睡觉，结果睡眠质量也受到影响。因为不舒服嘛，或者疼痛，就半夜总是要醒来好几次。为了缓解疼痛呢，我多次去看中医，做过刮痧、针灸，虽然花了很多钱，但疼痛还是没有缓解。医生建议我去拍 X 光片，结果显示我的脊椎长了骨刺，西医就说骨刺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的，只能靠自己康复。2022年，我儿子鼓励我参加菩提禅修健身班。我在修炼大光明修持法的时候呢，我的右手臂根本无法举起来，最高只能到额头这个地方。但随着每天的练习，我感觉肩膀和后背的疼痛逐渐减轻，右手也能举得越来越高了。到了课程最后一天，就是第8天的时候，我发现肩膀和后背的疼痛完全消失了，右手可以举过头顶，连儿子看了都感到很惊讶。从那以后，无论是煮饭还是做家务，我的身体都非常轻松，心情也是非常的愉快。另外呢，我也有左膝盖疼痛的问题，同样长达10年之久。除了疼痛呢，膝盖还经常卡住，无法自如伸展。这种症状啊，时常在我走路的时候发作，导致我走路的速度变得很慢。有一次我过马路的时候，膝盖突然卡住了，动不了了，结果差一点被一辆车撞到。上下楼梯对我来说也是特别困难，我的双腿无力，必须紧紧地用手抓住扶手，慢慢往上爬。医生诊断说我的膝关节软骨磨损，建议我做膝盖的置换手术，但因为我年纪大了，也不想做手术，于是尝试了针灸啊、瑜伽呀，但是效果都不大。2023年6月，我开始修炼八卦内功。刚开始走八卦转身的时候，我的右膝盖还会感到疼痛，导致我经常失去平衡，有的时候还要差点摔倒。但是经过5个月的八卦内功的练习，我感觉膝盖疼痛缓解了80%，脚力增强了，走路的速度也变快了。之后我报名参加了2024年1月份的减压班，在课程的第3天，金菩提宗师为我们做化骨法的能量加持时，我感觉到左膝盖到后腰的这个部位又麻又痛，就好像针刺一样。但加持结束之后呢，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从那天起，我的膝盖变得轻松多了，仿佛换了一个新的膝盖。回家以后，我的膝盖也不再卡住了，也不再疼痛了，上下楼梯变得轻松自如。2个星期后，儿子还带着我去日本旅游，我居然可以连续走10多个小时的路，这让我们俩都惊讶又惊喜。课程结束后，我还是每天继续走八卦，也会回禅堂参加每周2次的大光明修持法的共修。如今我不再有肩膀疼痛，不再有后背疼痛、膝盖疼痛了，非常非常感恩师父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很开心哈，这个师姐老师姐哈，这也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就是疼痛他的这个肩背、膝盖都是疼痛，而且都是10年以上。是。对
想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疼痛的原因都有哪些呢？它疼痛的原因啊，有一些人会不会是那个关节炎啊？他说那个关节它不仅疼痛，关节炎，对啊，然后还那个活动不太自如。对，还有老年性的，它就是一种退化性的磨损。那个医生也说他膝盖磨损，让他换膝盖。对，那个软骨都磨坏了。对。还有这个是这个师姐，那其他人可能还有可能是不是有这种事故，比如说撞车呀什么之后遗留下来的那种后遗症，就会疼痛，对吧？对，他们每次说就是年轻的时候要好好照顾，像那个你不小心扭到啊或者怎么样，他都会以后你老了之后就会加倍来找你。对，有的那种运动受伤也是就留后遗症，年纪大一点之后就疼痛啊。还有就是风湿。对，风湿。对，风湿在我们东南亚这个国家也是很多的，因为整个环境就是又湿又热。对，每天下雨，然后又热，这个湿气啊很容易进到人体里边。对，然后这边的人又喜欢就吃冰嘛，然后吹空调。对，他那个湿气进去就出不来了。是，所以很多人也是中这个湿毒的这个湿毒湿气。师父以前讲过，这湿气多了之后就排不出来，在身体里边就形成毒那就成了病因了，对吧？那这个有外面的造成，就是说东南亚这种湿热的这种环境造成的，那还有内在的原因能够造成湿毒吗？也有，就是情绪对，还有食物吃的东西，就是饮食类呀。你吃的不健康啊。对，比如吃什么油腻，对，油腻油炸的，那还有这个很多糖的多糖，还有呢，因为天热嘛要吃凉的东西，凉的还有辣的对，这些还有脂肪都可能会造成这个湿毒的部分。对，等于就是淤堵，让身体里面的不通畅。对，那外面呢，就是这个空气呢，要不是很热，再就是很湿。对，它这空气中含水量超过75%以上。也就是说，你在这里，如果你不采用什么现代化的办法你这个衣服晾着，觉得干了吧，比如晾3天，你手里摸的时候，总感觉其实潮乎乎的。就是你的衣服和这空气中的水量是一样的，没有真正的干。是。但是说的北方的干也不是就绝对的干但是呢，相对是更干一些。对，是。所以你看，它像这种环境、这种衣服，以为干了，实际还有水分穿在身上它又进入到体内了。那这个湿气湿毒如果排不出来的话，就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对，刚才说的关节疼痛、肌肉疼痛，还有呢？我记得之前师父跟我们讲过，像三高对，也都是这个湿毒会引发的。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肝脏造成就是排毒功能差，然后皮肤也会有问题。对，皮肤病很多。像说的东南亚人说的胃胀风对呀，关节炎对，还有呢，那个腿脚肿，并且变黑色呀。对。脱发呀。脱发。乃至这个眼睛失明。眼睛都失明了。还有心脏病发作。对，心脏病。别忘了有风湿性心脏。没错，对，那个风湿进到心脏里边了。再就是这个关节变形。对，是。对。哇，真的严重因为严重的是走不了路的呀。对。所以它这个湿毒是很厉害的。很厉害。那我们说一说怎么样去预防或者说是治疗这种湿毒的问题呢？现在对于咱们机构来说，我们就通过综合的禅修对，但是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在饮食上饮食上的话，因为在这个热带地区你比如说在中国，到了浙江，再往上江西、湖南、广东、福建，你们说还有什么省啊？广西说了，就
对，就这么，反正就是长江以南的这个区域了。对，他炒菜的时候哈，比如说那个地方的很多女士哈，她认为青菜，因为是青菜，所以里头就有湿寒之气。所以在炒菜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广东、福建地区，哎，我是真开眼界了。哎，一位应该说一个大妈级的人物哈，50、60岁了，他炒菜，我去他家炒菜，我就看他炒，哇，真吓到我了！就炒一盘青菜，就是普通的青菜哈，那个咱们吃那个辣辣的姜，葱姜蒜那个姜，他切了一整大块，是哦，像个鸡蛋那么大一块，切成片，就炒进去。我说：“哎，你是不是放错了？你放这么多姜干嘛呀？”他说：“师傅，你不懂啊，这个地方太潮湿，这个青菜里头有寒气。那你吃的菜呢，这空气中又是湿气，所以我们身体当中的湿毒排不出来，所以呢，我就要多放这个，还多放葱蒜花椒。为了排湿。为了排湿，他就放了这么多种辛辣的东西。当时我觉得有点搞笑，现在看他是对的。对，那所以像四川呐、湖南呐这些，它放辣椒，你发现了吗？哈，四川是麻辣，花椒、麻辣啊，又麻又辣。这都是一个是厨师，还是厨师？厨师通畅啊，就是厨师啊，厨师，对不对？哎，那还有，到了东南亚地区，你看刚才那位学员说的，他可以吃那个啥咖喱椰浆，椰浆饭。香可说是椰浆饭里头有什么佐料啊？椰浆饭有那个姜黄，首先有姜粉，对，有姜，有没有胡椒？有胡椒，有吗？因为他没煮过啊，他吃过。有花椒，有姜黄，有葱，有蒜，大概有这些东西。还有啥玩意儿了？不知道，可能还有豆蔻。可能还有一些核武器吧。反正这些香料其实呢都是厨师的，对不对？那你想想，这些都是厨师的。那为啥到了东南亚？你看，咱们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他那个饭里头都是黏糊糊的，你看不清哪是菜呢。对，就是放这个佐料太多了。关键是为啥放这么多佐料？一定有它健康的原因嘛。对。你到东北人，你放这佐料吗？就啥都不放。是不是啊？就是啥都没有，就清煮都可以，都是这样，放的佐料很少。所以在东南亚潮湿嘛，湿热，他们就更讲究养生。对。那你看擂茶里放了更多东西呢。是，东南亚人还喜欢吃那个咖喱，咖喱里面也是一堆佐料，也是这些咖喱叶啊，然后还有那个姜黄，对，辣椒。然后胡椒，对，辣的，它里头有些东西我就不懂了有些我都没见过那个佐料是个啥。对，反正通常来说哈，就是这种炒菜用的辛辣味的料，都是热性的。对，热性的，它就除那个湿寒性的嘛，它就是对峙的。那么往往呢，如果比如说你是北方人，你全家比如说移民到这个东南亚的国家来了，是吧？如果你是东北人移民过来，中国东北人哈，在这里一直保持吃东北饭，那我相信麻烦了，就不健康了。可能你的皮肤走路的感觉呀、关节呀什么，很快就会出问题。甚至胃都不行了。所以一定要配以这里的这个佐料。厨师的佐料，要多一些。对，因为这个空气中就是我们这个办公室这一天光就是放了个抽湿机我屋子并不大，一天除那么1桶水，大概有像矿泉水瓶的话，得有5、6瓶，5、6瓶水一天抽出来，那你呼吸的时候都跑到你身体里去了，是不健康的。
所以这边的人患那个风湿病也比较特别多。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饮食，其中一项是饮食健康哈，要学着去做。少吃那个特别冰的。对。像那个台湾人像串冰，把那个冰用那个过去的刨子刨成碎末，再配点甜的东西让你吸到嘴里去，其实这个特别伤身体。那你想，你那个冷饮里头有放这些辛味料吗？那哪有有放辣椒油吗？没有咖喱的，没有嘛。你放辣椒油没法喝了，对不对？对对，所以的话呢，就是湿寒之气加重了。而且呢，除了刚才说那些病之外哈，还容易造成不生育。宫寒。如果男人就不是宫寒，反正就是说不生，就造成这样子。这个大寒也一样将男人那个基本生育功能给灭掉。还不光女生，不光是女的，女的宫寒的话肯定对身体不好，对不对？对呀，不利于生育嘛。对，所以女生呢就更爱喝这些冷饮。所以女生现在如果你有镜子哈，你还去照一照，你的鼻梁这一块只要是和你旁边的脸上的皮肤哈相比是发乌、发青、发蓝的，就是喝冷饮太多了，就身体有寒气了，赶快要调整，吃点姜。对，赶快调整。所以呢，就一定要加点这种温热性的东西，比如说红汤姜水，连着3天，每天早晨各喝上1碗，就会缓解很多。所以这个话一定要学着哈。这个健康饮食的这种预防哈。对，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这个三高啊，讲湿毒的时候，是不是也介绍了一个家喻户晓、大家都吃的哈，就是洋葱。对，我特别倡导，我现在还继续倡导。我觉得呢，要是在预防综合性疾病哈，尤其是三高类的我觉得还有增加热量，就是洋葱。在西方人特别讲究的这个饮食当中，几乎都离不开洋葱，但是我觉得生洋葱比熟洋葱好，效果好是吧？效果好，就是那个胡皮素嘛，它保留的更多。如果加热之后，它可能会流失了很多，营养会流失在中。那味道的改变，性质可能会改变，随着味道的改变哈。所以呢，就是吃洋葱比如说葱姜蒜之类的哈，它可能容易留下身体和口腔的味道。对，但是之后宁可嚼口香糖哈。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的作用哈，尤其是对于这个血流通畅、通血管等等这些功能哈，降三高，对心脏都有好处。对，非常好。像我们特别累、特别疲劳的时候，我都会咬一块洋葱。你想不到哈，这么出名都吃多高级的东西呢，咬一块洋葱。其实洋葱也行。我觉得像北方的大葱也可以也是一样的，就是葱，但不是韭菜，葱不是酒是泄气的，那葱呢又既通畅，但是也能补一点气，对，建议生吃，拌沙拉啦，或者是这样哈，生吃对，生吃比较好，生吃太好了，对。那还有就是，对这种湿气好的整个保健呢，还有就是柠檬，是吧？对，多喝柠檬水。对，富含维生素 C。柠檬像中国呢，过去是没有的，所以中国人对柠檬其实很陌生哈。那香可介绍一下柠檬，你所知道的柠檬是什么东西啊？柠檬就是它是个菊科类的嘛，然后很有维生素 C， 所以多吃就是可以帮忙预防感冒。就仅此而已哈。它也助消化，它那个刮油，消油脂还能够健脾胃对。也是通血管的。它就是软化血管，因为它是那种维生素 C 嘛提高免疫力是。好的，这个大家大概知道一下哈，饮食的预防哈。对，就饮食配合上我们的禅修一起哈，对，从调整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开始对，就更健康，吃出健康。对，但是光吃这个东西恐怕也不行。
因为在东南亚人家前头这师姐，她就是本地人呢，她身体还那样呢，对，所以的话呢，如果你有这些问题，如果看医生真解决不了，你可以尝试一下哈，来菩提禅修练一练，是我觉得对你一定是有帮助的，一定有，就是每个人都有帮助。你看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都有禅堂哈，对，你把它拿手机照下来，联系一下，是，然后我们这个师姐也挺有意思的，她这个腿脚好了之后哈，跟儿子去日本旅游了，这开心了，这每一天就走10个小时往上哎。哇，这个师姐真是，当我们佩服她的这个恢复这么好的效果之外的话，也要提醒哈，我们这些师姐们，尤其是上年纪的哈，还是要适当的运动，别这么劳累啊。对，这个我觉得有一种精武精神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吧？还是希望我们在自己的这个作息啊、饮食啊，就方方面面啊，有守一个平衡之道啊，也别太累了。是。关键师姐好不容易好了，能理解。咱们东南亚人说，只要好一点，这不旅游的话，我觉得又是一年的遗憾，就是。他觉得旅游是一种疗法。可以轻缓一点，轻缓一点。那其实觉真提醒这一点呢，就是说，你第一个年龄在那里放着，你这一方面就有问题，刚好了，刚好了就不要去说你腿刚好点就登山去，对，是吧？它其实容易这个疾病又找回来，对，所以就是你有点少了一份自爱哈，是，对。但是呢，就是确实我在东南亚有一种感觉哈，就是好像说我挣了钱，我宁可少吃点少穿点，我必须要旅游，也是一种不正常的消费心态吧，这个我们也没法纠正全民的一种价值观啊，也没这个权利。但是我觉得你要根据自己的体能体力来决定你的接下来要干点啥。对，是感恩师父的提醒。好，那还是为师姐高兴啊！这腿脚好了，疼痛都消失了。师父也送她一个小礼物，祝福她。好，好，送你个白玉的手串哈。带着这个手串呢，能让你健康长寿啊，恢复青春。大家听了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分享哈。我自己都很感动哈。是，你看它不同的内容，而且每个医生都没办法。都是那个疑难杂症，杂症不是那个难的那种，特别难。疑难呢？对，是，急死医生的呀，急死医生的，让医生很没面子。对，对，但是咱们师姐也特别不要面子，刚好点又去日本旅游，就是，开心呐。对，只要是看进眼里就痛快了。但是确实身体好了，这个不服不行哈。是，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菩提禅修的效果真是好啊。对，所以今天网友们听到这些是非常真实的故事哈，你看到那些照片呐、录像啊哈，都非常的真实的所以身边如果也有这些疑难杂症困扰的朋友哈，介绍他来菩提禅修。那我提醒呢哈，从现在开始啊，我们每一个禅堂每一个月份都有这个8天健身班哈，这是我们最好的。比如说拿新加坡为例吧哈，新加坡呀，这个大马的槟城禅堂，你要去参加这个班要排队呀。对，因为你禅堂空间有限的，这些都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我没法租更大的房子了，已经很大了，所以呢就是盛不下那么多的人哈。那你要排队，有很多排半年的队，所以你有这个需求，赶快去报名。早报名早有位置，能争取到一个位置的话，这个是挺重要的事情哈。你就应该说早点促进你康复。是，还是要赶早。对，赶快去哈。对，师父，我刚才也跟网友们有介绍，明年2025年是青蛇年也是风火年。对，这个火气很重啊哈。对，所以呢，天气也会不好啊。对。然后我们呢，就是要平安的话呢，最好是佩戴这种蓝色、绿色、白色的法物，
哎，师傅，刚才我看有一个网友问哈，说明年的话穿衣服是不是也要接近这样的颜色会比较好？没有完全讲究穿衣服，因为这个事儿你不可能买那么多颜色的衣服哈。但是通常呢，就是在这个蛇年哈，就明年蛇年有冲煞之气的几个属相哈。一个是属蛇的。属猪的、属虎的、属猴的哈，对，这些呢，首先你内衣一定要买一点红色的哈，不管是哪一年，这个有点相犯这个冲克之象的哈，内衣一定要红的，一定要有红的，不一定都是红的哈，一定要有红的对。那这个衣服的话呢，我倒没有去研究它。因为当时我是感觉这个色和它之间的感应对应，但是我觉得这个色尤其是用于把这个能量，就是把这个物质缩小，但是能量增大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戴在手上的东西，戴在手上的东西，挂到脖子上的东西哈，缩小了来去对峙它。对，我现在手摸到的这个我戴的这个挂坠哈，觉真看得懂吗？绿松石。绿松石。那在这个穆斯林的一个阿訇，他就讲哈，后来我也印证了这一点哈，那他就说，尤其是穆斯林的先知哈，穆罕默德，他就说，如果一个女人戴上这个绿松石的话哈，你就有好运气，会嫁一个好郎君，并且呢，这个还是智慧与财富的象征，还是幸运的象征。所以你因为有这个好运气，所以你嫁好丈夫，那么你又嫁了好丈夫之后呢，你还会发财。哇，太好了！对，旺夫。对，将来一定生个儿女双全的。哇。对，又给男人讲了哈，说如果他就这么说哈，凡是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的士兵，一定身上是带了绿松石。所以呢，我就也做了这个了解呢，是有很多的母亲哈，哪怕找一小块呢绿松石，他给已经从军的儿子这个衣服的某种内口袋里头用针缝进去，因为打仗跑步哈，有可能装个珠宝之类的被人抢了或者是丢掉了，他给他缝到他的内衣的角落里头去，那是干嘛呢？所以看不到好看。但是因为它是个幸运之石，你是吉祥的，就得到上天神灵的保佑。所以他说，只要去参战打仗回来，能够回来就是能活着回来嘛。活着回来的士兵哈，就身上一定是带有绿松石的。说如果你要经商，你的智商不够那你一定要佩戴绿松石。那要考试的话，智慧不够，那更得带绿松石了。最好带一串。对哟。对呀，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必要这样的。开智慧啊。这是穆罕默德说的。穆罕默德这样说，现在北美他那个原住民，他们也是嘛，印第安人，对他也是，他这个是通灵的嘛，对，然后也是护佑战士的平安，而且开智慧通灵也是一样的讲法。对，对。我记得我那个小时候呢，青海、西藏那地方藏民多嘛哈。对，藏民都是佩戴这些。但是我忘了谁讲的了说你戴上这个松石之后哈，你就变成是鹤立鸡群的感觉，你一下就会变得很醒目，就有很多人会觉得你好有魅力魅力大增。我们看了很多就是图片，我没有去过西藏嘛，就看到的那些藏族的姑娘，一定要戴这个，一定要戴，对，还比谁戴的多嘞。它就是带3种颜色哈，通常宝石类的哈，就是蓝绿是一个色哈，绿松石。第二个是黄，还有红。红就是那个珊瑚，红的是珊瑚，黄的呢，知道是啥吗？那个时候还稍稍有点多，就是琥珀类的东西。现在少了。现在我们买到的琥珀哈，我们法务为啥没有琥珀呢？我们不管怎么买，等做的科学试验之后印证都是假的。但是做的比真的还真，就是这样，很贵哈。那我们现在咱们的这个绿松石可都是真的，货真价实啊。那我们花了大力气哈，为这个事我们去了中东。除了考察哈，其中一项
就是为中东的这些宝物。我们要拿到原矿的这个石头，就是它一定是没有经过人为的化学处理。比如说颜色，石头一定是天然的。天然。那为啥说天然吉祥？是因为它长成那个样子就是吉祥的。对。如果没有长成那个样子，是人造的，是不吉祥的。因为比如说你染色的那个东西，它可能是对人体是有一些有毒害性。对。对啊。它天然长成这样，才是吸收了日月精华，没错，才有这个护佑作用。对，通灵的作用。对，你看这个宝石美玉哈，是天地日月的精华酿造而成的哈。对，所以我在应该说10几年前哈，你比方说我从加拿大出来到台湾东南亚一圈，我看到有绿松石的地方，因为我对这个石头敏感嘛，就在那环境长大的。我说我去买吧，我仔细看，有很多一看就是假的，也有很多一看是真的。但是有些人就告诉我，他说这仿品，因为在国外很多商户说实话的。他说我这不是天然的哈，这是仿品哈。各有各的价位。我说你都不卖真的呢，没有，买不着。对。所以我就花出点力气来，在今年呢，咱们走它一趟，就跑了中东啊。完了之后就找到了真的天然的。哇，太珍贵了。今天很多朋友呢，今天你去那个网上你去买的话，20、30块钱一块绿松石，我所知道的哈都是假的。所以你要上看那个人家怎么写，比如纯天然绿松石，这个可能是天然，还有很多就这么写呢，但是不良商户嘛，为了赚钱，还是有像类似一种彩色的一些那种石头，类似水泥粉压制而成的，是这样的哈。对，它就不是纯天然，在特别负责任的网站上卖的，才写了是纯天然，才写了纯天然，就价格就高很多了，都是1500块钱以上一块哈，就是这样子。所以的话，这个它是有这么一个在字面上认知的这样一个经验吧哈。几乎就是都是假的，说白了，一个松石容易作假，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琥珀类的，不管它叫蜜蜡琥珀，走遍全世界买不到几块真的，几乎都是假的。高级的假的呢，它用碎的这个粉再加上化学料一起压制而成，还是不是真的？知道吗？就从拿了一块这个矿石磨出来这个一个东西很少。现在如果买的话是老物件可能有，很多都是假的。我不能说所有都是假的，但是我乃至从富贵的地方，从美国买的是假的，加拿大买的是假的，香港买的是假的。说最后缅甸总能出一些宝矿吧，买的还是假的。缅甸买的假的是中国进口过去的，这是实话。我们对一个国情没有任何的一个意见，但是这是真实的。最后我们一验证是假的，最后他说实话，假的，他说还是从你们中国买来的，就打我们的脸哈。对，就是假的哈，就是用塑料仿的。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哈，就是因为好，因为有价值，知道大家喜欢嘛，所以他就卖的是假货。所以今天在西藏买的几乎除了老的哈，那新的都是假的。到那儿买的也是假的。那还是在咱们慈悲因买吧。对，你到西藏去买那个真的一个老佛像，你买试试看，是吧？你除了到那个著名寺院那个大佛像，你给他偷走了，可能是真的，其他都是新做的，都是新的，就没有那个真的老的。反而真老的东西很多是在欧洲、美洲，它那已经被卖光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是我说的是实话啊，这个大家也知道一下。所以呢，我们就是去花大本钱去买这个真的东西，希望你带的是吉祥的。对。也满我心中一个愿望。是的。我到这个原石的出产地，我去找，也同样作假。我们同样是找2家鉴定行去鉴定。证明是真的，我们才敢买。是这样。产地同样有卖假的，不要以为你到产地，下次有人说我去土耳其、中东买的都是真的，不一定，贪便宜就上当，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花的是高价哈。对。
师傅大概说吧。就想请您为网友们介绍一下怎么去欣赏这个松石的美。你看它颜色哈，有深有浅，有的上面有金色的花纹，有的又没有哈，有纯色的。师傅您喜欢什么样的呀？怎么去欣赏它？我的喜欢可能是我在这个环境长大的，所以我自己佩戴松石，和就是触摸过拿过的松石，应该前后应该超过1000块。你比如一串珠子吧，松石的念珠的话，那上头就是108颗呢，对不对？所以我触摸过的应该不是1000个了，多少千个了，就是太多了。因为曾经我帮助过的当时一个西藏人，他送我2麻袋，松石原矿的石头，都没打磨过的。但那个时候当年是在中国的时候，我那可能17、18岁的时候他送给我的，后来我都送了人了。好，我先说回答觉真的问题啊，说我喜欢什么样的松石呢？通常是这一块松石上头，松石这个石头非常独特。为啥叫松呢？它石头如果磨平了之后，你发现上头有很多纹路。这个纹路有3种颜色。第一种常见的颜色是黑色的纹路，内行人把它称为叫铁线，带铁线的。那么第二种呢，带金线的，就是黄色的纹路，黄色的纹路，也叫金线哈。第3种是红色的纹路，还有红色的。这红色呢，就偏哪里呢？偏埃及和埃及旁边的那个小国家叫什么呢？苏丹啦，什么摩洛哥那个地方很少的一个出产的量。北美也有，北美也有少量出产。一共有3种带这种纹线类的。所以松就是说它里头有这么多的裂线纹，所以中国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松石，它容易松散掉。事实上也是这样子，所以松石呢，它的松散度比较高，整体性较为差，但是形成这个颜色是非常难得。因为在地球这个世界上哈，如果长成颜色像土壤色暖色调的容易，如果长成这个反色调冷色调的就不容易。好了，再讲的颜色哈，其实松石的颜色一共分3种，就是大约上哈。那么一个是偏绿，你看咱们现在有的上头就，你看有的是偏绿一点，绿中带蓝，偏绿。再一种呢就是偏蓝，偏天蓝，对，蓝色素多。那么第3种呢就偏白，就颜色很淡。但是很多人说带白色松石就觉得那跟没带似的。比如说中国人一般常说叫绿松石，绿松石。对对对。它的颜色没有了，还是松石嘛？其实从这个矿石来说，那个白松石也是非常吉祥，非常好啊，代表纯洁啊、能量啊、智慧啊，但是少。就是有很多人挖到了白松石怎么办呢？在当代就给它染色，非给染成蓝绿色，要不然卖不了价钱，别人不懂。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很专业懂得松石的人呢，就是他那个石头的质量一高，白色的更贵，因为白色的稀少一些。对，但是白色的松石呢，和没有发育好的松石呢，中间它有个界限。没发育好的松石也是浅白色，但是特别软，你手一压就碎了。所以白色松石一般人不敢碰，但是我说好的白色的松石呢，像陶瓷状，像骨头一样，特别硬，贼硬贼硬的，那才是白色的好上等的松石哈。所以松石大概分这3个颜色，所以偏白一点的不是差哈，只是你对颜色的欣赏的能力，它蕴含的矿物质。比如说偏这个蓝色的呢，也有人说是离铜矿或铁矿更近，但是我觉得离铜矿更近。对。偏黄色呢，离铁矿近。粗鲁的讲吧，这个其他让化学专家去研究了。偏红色的呢就不知道了啊，离什么矿更近的哈？对，就是说它是由某种矿物质造成的反差的色。
所以我个人喜欢是带这种网纹的。哦，更早的欧洲有一些贵妇呢都不懂，说我不要裂，一裂开怎么办呢？所以我要整块的一块蓝色的，它镶到一个坠子上比较好看。对。但是我个人呢，我觉得，欣赏它的时候会弱一点。我反而如果同样我花$1000哈，我带要有网纹的，我觉得这才叫松弛，在我的认知里头。所以在欧洲有些贵妇的认知当中说，一整块没有那个纹路才是最安全的。这是两种争议，我觉得都是好的。那怎么看呢？就是颜色呢，现在大家公认的哈，无论偏绿的、深沉的绿，或者是蓝天的蓝色的那个蓝，蓝和绿色都是上等的色，颜色越明亮越好。就不发乌。发乌的也不是不好哈。天然它就长成那样子了，发乌的也是可以，但是一般呢，在我们定价的时候呢，所有商家定价的时候，颜色比如说蓝吧，蓝的亮丽的哈，这个就比较贵，像我带的这颗这个蓝色哈，就亮，这算是这个中东松石之中，也接近于较好的，不敢说是最好了，比较好的颜色的那从你们角度看，我这是什么颜色啊？是不是偏绿多呀？蓝绿，它有蓝有绿，对，长在一块石头上，对，中间还有线，对不对？是，对，这个也比较好，我挺喜欢的，比较大，特别这个长度有4公分长的，就光石头的长度哈，有4公分的，那么大，但是如果一般做戒指哈，这个根本就不用到1公分，就0.5公分，就是半公分都可以，它就很显眼。是，不管是什么形状，很小就很显眼，因为它这个颜色和人的皮肤色呢是反差的，所以它就很亮丽，很容易吸引别人的眼球，所以有魅力。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手上戴的哈，一个就是偏深蓝，一个偏绿，对，它是2个不同的色，但是这2个都是很贵的，因为它颜色是饱满的，那觉着你喜欢那个网纹的话，什么颜色？黑、我还黄是、喜欢金色的。金色的，对，金色的，有钱。香可对，我喜欢偏就是蓝色的，偏蓝色的哈，好，行，你们都是好人哈。师傅，而且你看咱们这个就是有大有小，这个大个头的，就是师兄们也可以戴，是吧？什么叫是？全人里都可以戴啊，就是不分男女啊，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里的样式哈，没有男女之分啊，甚至耳坠子都没有男女之分哈。但是像耳坠子，它这个做工哈，坠子石头虽小，但是做工加工费特别高，这一个加工费好几十美金呢，好几十美金哈。所以那个工匠不乐意做耳坠的这个镶嵌，它就复杂，它要动手工作又加强了很多。像咱们看到的这些镶嵌的这些松石哈，还有这个戒指，这个叫蓝玉髓，蓝玉髓哈，这都是来自于土耳其蓝玉髓哈，这是非常高级的，对，很透哎，对，这些都是连这些牌子都是手工打造的，匠人哈用原始的制作银子首饰的这个方法来一个一个的来铸造出来的。我们这个配件都是银哈，都是银，全银，925银，925银就不生锈的银，也不会变黑，变黑的银过去纯银嘛哈，对，它一放完就黑了，你觉得特别难看了，对，现在这个925银的这个合成银哈，真美，它就不生锈，很漂亮啊。对，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呢，就是蓝玉髓，这个很温馨，像这个呢就特别适合那种清高的，文雅的，浪漫的，浪漫的，抽空就写诗的，写情书的甚至还带有灵感的，灵感蓝玉髓，其实蓝玉髓本身是通灵的，或者促进通灵的东西，知道吗？蓝是清新清高的，对，是很美的，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啊，天然的，
我们在网上也查了，很多都是染色的，是的，对就不行，我们对就不要那我们。的蓝玉髓是纯天然。对，所以正好呢，这个颜色哈，我觉得大家戴上就很高贵，很漂亮。哎，对，又正好针对明年哈，哎，这个年景哈，特别适合大家来佩戴。能够防这些冲煞之气，哎，让自己能够如意吉祥。对，哎，保一年的平安。还是很好的。感恩师父。哎，香可，那我们网友在什么网站上去迎请啊？就是我们的现在两边慈悲音，就是北美慈悲音和亚洲慈悲音网上，对，都有特别的，就是蛇年护佑的一个栏位。一个专区。对，一个专区，然后在那边呢，就有师父就是亲自挑选和介绍的这一些蓝绿白的法物，特别适合明年烽火年的这个护佑。对，我们现在也快到年底了哈。对。圣诞节、新年还有春节哈，这个节庆送礼的这个好的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为我们爱的这个家人朋友啊，就选择礼物的时候，要记得师父讲的，明年青蛇年、烽火年，我们最吉祥的还是这个蓝绿白色的佩戴的好宝贝。好，感恩师父的提醒。对。然后还有一个好机会要给各位网友分享，就是刚刚师父也有提到嘛，就是明年就是犯太岁的几大属相，就是属蛇、属猪、属虎和属猴的。其实因为那个流年的关系啦，就是每年都会有这3、4个属相都是跟那个当年的那个太岁有相犯，然后相冲的这个情况。那就是这些属相就是会特别需要注意。然后也特别需要护佑。那其实我觉得，其实无论谁啦，都会想要说，在新的一年里有多一些吉祥，然后多一份护佑吧。所以也非常感恩师父，就是给网友们这个机会，在菩提学院网上去点那个2025安太岁灯。就是借助佛菩萨和师父的慈悲能量，然后帮忙化解一些冲煞的能量，让我们都能顺利的度过2025年。那这个灯什么时候开始点呀？对，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在网上报名了。那我们点灯，如果现在报名的话呢，我们是从阳历1月1号开始点，那会一直光明不绝，一直点到那个正月底，就是阳历的2月27日，那相当于2个月耶。对，哇，那很划算哦。是呢，是呢。那如果呢，网友们是在正月中点的话呢，我们会为您点上30天的安太岁灯。就是说正月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灯还是点的，反正满30天。所以就是特别建议有需求的网友们，我们早一点报名这个安太岁灯，这样子呢，就是明年1月份、2月份都为你点上2个月的灯。对，祝你平安吉祥。哇，太好了，太优惠了，是非常感恩师父慈悲加持，真的。好的，这个是到我们的菩提禅修学院网上面。是太好了。好的，那还有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呀，还有师父 YouTube 频道很多的视频的发布呢，都是有赖于很多发心的网友哈，来给提供赞助。那也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哈，有了你们的赞助，才让我们的这些都做得更好师父有更丰富的内容给到大家那也请师父也加持一下，表彰一下这些赞助者，好不好？这是一定的哈，就是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热心的朋友们网友们，还有同修们的大力的支持和赞助哈。祝你们呢，身体健康，收到；如意吉祥，收到；全家幸福，收到；寿比南山，收到。再次感谢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金口玉言我们一定得到这一些的加持祝福。好的。那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直播的时间，是那个2024年12月22日，周日晚上7点台北时间。那在北美温哥华呢是12月22日凌晨3点钟。好的，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好，感恩师父。好，
感谢大家哈，如意吉祥，收到，身体健康，收到，全家幸福，收到。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